1998年，刚刚凭借《尖峰时刻》在好莱坞站稳脚跟的成龙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他带着经纪人陈自强绕开老东家嘉禾，路过了环亚。成龙为什么选环亚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一年嘉禾2当嘉禾冠昌因病离世，嘉禾开始收缩制片。从1979年成龙加入嘉禾开始，背后一直是何冠昌在给予他最大的支持。如今他跟嘉禾的合约到期了，不想再被大公司绑死，想找一个自己能说了算的地方。环亚盘子小，好操作，正合他意。成龙一进来，环亚的画风立刻变了。他给环亚监制了《心动特警新人类》《私域风暴》好几部片子，还跟环亚合作拍了纪录片《成龙的特辑》。这几部片子里，《特警新人类》捧红了谢霆锋，《私域风暴》请了程家班做动作设计，场面确实够火爆，但票房始终上不去。成龙的名字能带来关注度，但带不来实打实的票房数字。但成龙给环亚带来的不只是明星光环，他带来了一个人。2000年，成龙把大富豪林建岳介绍给了钟在思。林建岳是林百欣的儿子。1986年接手立新集团，把公司扩成了4家上市公司。1988年到1994年，他接连收购了亚洲电视20%的股权，在商界搅得天翻地覆。在1997年收购富丽华酒店，栽了个大跟头，让立新集团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里负债最多的那个。这一跤摔得不轻，也让他悟出一个道理：光玩地产不够，得找个新赛道。林建岳一进来就放话，要在2年内砸6亿港币拍6部电影。钟在思在环亚干了7年。拍片子从来精打细算几百万，一部已经算大投资了，6个亿拍6部，差距几十倍。2001年，林建岳从钟在思手中收购了更多股份，持股比例涨到35.1%，正式成了环亚的新掌门人。他上任后，把公司战略彻底翻了过来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砸钱请巨星拍大片。2001年，第一部巨星电影《爱君如梦》上映，找了刘德华、梅艳芳、吴君如当主演，斩获了1179万票房，杀进了年度10强。林建岳一看，路子对了，但真正让环亚一飞冲天的是2002年那部片子。那几年卧底题材被拍烂了，投资人一听到卧底2个字就摇头，装成手里有一个卧底题材的剧本，压了2年，一直没人愿意投。剧本的初稿来自麦兆辉，他受到吴宇森电影《变脸》的启发，结合自己警察世家的背景，构思了一个身份和内心交换的故事。最初只有警察到黑社会卧底的单线剧情，取了个名字叫杀警，写了6万字的初稿剧本。庄文强加入后，增加了黑社会到警局卧底的第2条线，把这6万字的初稿砍成了3万字的剧本，完善天台对峙音响店经典桥段，把名字从杀警改成了无间行者。之后他拿着这个剧本开始到处推销。麦兆辉最开始找到杜琪峰，杜琪峰看完后非常认可这个剧本，但是认可归认可，就是不投资。后来又找到嘉禾，嘉禾因为90年代中后期多部大片亏损，不敢压住新型卧底题材，依旧只是口头夸赞，就是不投钱。他接连找了7个投资人，没有一个愿意投钱，直到遇到刘伟强，事情才出现转机。彼时的刘伟强是天幕电影的营运总监，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剧本就被吸引住了，认定这个故事是一个 A 级潜力股，还专程把这个剧本给他的老板刘德华看。刘德华和刘伟强双双看好，双卧底设定敲定，麦兆辉加庄文强编剧，刘伟强加麦兆辉联合执导，计划刘德华出演其中一位主角，预算拉到了4000万。但此时天幕电影背后的金主麦少棠不同意了。刘德华从1991年离开永盛，在台湾片商蔡松林资金支持下，创办了天幕电影公司。天幕成立后，接连拍了多部电影亏损，累计亏损达到4000万港币。合伙人见此情况，直接跑路，债务全部由刘德华一个人承担。无奈之下，刘德华只能回到永盛拍电影赚钱还债，债务基本还清后，为了扩大天幕的规模，引入中建电讯的老板麦少棠入股，麦少棠成为大股东，掌控公司财务，严控拍片预算，干涉创作。认为无间行者的题材风险太高，投入过大，坚决不批足额资金。后续双方内部矛盾彻底爆发，麦少棠对刘德华提起诉，向法院申请资产保全，冻结了天幕全部账户，卡死了无间行者筹备资金。无奈之下，刘德华只能把无间行者的剧本暂时搁置。后来刘伟强找到好友王晶，想让他帮忙找投资，完成无间行者的拍摄。彼时的王晶在天映娱乐当制作部负责人，因为资方怕卷入刘德华的官司，果断拒绝了无间行者的投资。王晶不忍心剧本被埋没，就把他介绍给了林建岳。此时的林建岳刚入股环亚，正愁着没有好的剧本来打开市场。就这样，环亚确定了电影的拍摄，从天幕电影手里面把无间行者的版权一次性买断，把无间行者改名为无间道。环亚拿到无间道的剧本，起初想的是让郑伊健来出演刘建明这个角色，但郑伊健拒绝了。郑伊健拒演后，林建岳亲自出马邀请刘德华以演员身份加盟，刘德华没谈片酬一口答应了。这部电影的阵容拉到天花板，刘德华、梁朝伟、曾志伟、黄秋生4个影帝一字排开。拍摄美国华纳公司花了170万美元买下剧本改编权，翻拍成《无间道风云》，后来还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，在整个华语电影史上都是头一遭。《无间道》之后，环亚彻底变了。2003年，环亚拿下日本动漫头文字 D 的改编权，
2005年上映，周杰伦主演，香港票房3700万，年度冠军。2004年，林建岳把华亚电影从母公司丰得利拆分出来，在新加坡独立上市。